出嫁3年，我拿万贯家财养着落魄的侯府，夫君却嫌我这商女低贱，甚至带着怀孕的外室到我铺子里做嫁衣。东家，您可算来了！侯爷带着他的外室在里头呢，还把其他客人都赶出去了，说要让您亲自替那婉宁选喜服。哎呦，婉儿，这就是你家那位商户出身的主母。听说当年带着金山银山，死皮赖脸倒贴进侯府，如今还不是得像个丫鬟一样，乖乖站在这儿看着？可不是嘛，满身铜臭的商户女，果然上不得台面。长平侯府早就已经是个入不敷出的空壳，这3年，若不是我拿嫁妆流水般往里填，你谢林渊哪有钱花天酒地？如今吸着我的血，竟还纵容外室跑到我的铺子里耀武扬威。你来的正好，婉娘怀了身孕，我准备过几日纳她进门。你身为当家主母，去把店里最好的嫁衣拿出来，服侍她穿衣。侯爷这也太欺负人了，哪有让正宫大娘子伺候外室挑喜服的道理？春桃，退下。我们云锦阁开门做生意，认钱不认人。去，把库房里新到的那件苏绣喜服拿出来，让这位姨娘好好挑挑。这绣工也太粗糙了，料子硬邦邦的。若是磨坏了我肚里的孩子，你们这群下人担待得起吗？沈之意，婉娘身子娇贵，自然要用最好的。本侯今日亲自带她来挑，你铺子里就这些上不得台面的破烂。侯爷若是觉得难以入眼，大可以出门另寻他处，我恕不远送。那不是姐姐出阁时穿的嫁衣吗？听说上面的一针一线都是伯母临终前亲手绣的，满心盼着你攀上侯府后能享清福呢。可惜姐姐入府3年也没个动静，不如借我穿穿，也让伯母在天之灵保佑我肚里的侯府长子平平安安。一个上不了族谱的外室，披上金帛也是妾，要穿我的衣裳，只怕你没这个脸面。侯爷，婉娘不过想借个吉利，姐姐竟这般羞辱我。你放肆！身为当家主母，竟然没有丝毫容人之量！婉娘怀着我谢家骨血，肯穿你这旧衣，是抬举你，还不动手，把那匣子给我砸了！这衣服穿在你身上，倒是多了几分贵气。哎呀，这云锦刺绣果然漂亮，倒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衣服。还以为这商户女多有本事，如今连王母嫁衣都护不住，还真是窝囊透顶。可不是嘛，这正头主母当的，还不如个通房丫头有脸面。既然衣裳上了身，便是买下了。这喜服所用皆是云锦金线，晨会3万两。3万两！侯爷您听，姐姐拿件死人的旧衣讹诈，分明是嫉妒我怀了侯府骨肉。够了，沈之意，你这般无理取闹，不就是因为本侯纳妾这阵子冷落了你吗？你的心思本侯明白，只要你识趣不再闹腾，我今夜便破例去你房里歇一晚，赏你个脸面。至于这嫁衣，就由本侯做主赏给婉娘。谢林渊，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身上穿的蜀锦，脚上踩的云头履，哪一样不是我沈家出的钱？如今为了讨好一个妾室砸我的店，这3万两，你是现结还是打欠条？我云锦阁不赊穷账。沈之意，你疯了！你进了谢家的门，你的钱便是侯府的钱，竟敢当众撒泼讨债，简直不可理喻！侯爷息怒，何必生这么大气？什么极品刺绣，不过是件满是铜臭的俗气衣裳，白送给我都不稀罕。不叫你讹人，这破衣裳只配烧给死人穿。东家使不得，手会废的。住手！侯爷，我的肚子好痛，求您带我回。沈之意，你这个毒妇，把她给我押回侯府！婉娘今日若有闪失，本侯要你好看！不劳侯爷费心，我自己会走。侯爷，小娘子受了冲撞，腹中胎儿勉强不保，好在送回府及时，必须静养，切勿再受刺激。沈之意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侯爷，千万别怪姐姐，既然姐姐容不下我，婉娘不如去安堂做姑子，绝不让侯爷为难。婉娘处处忍让，你却这般恶毒，简直蛇蝎心肠。
春桃，你去济世堂把刘老先生请来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动了胎气，还是在这装模作样。侯爷，姐姐请的人定会害我腹中胎儿。你口口声声说我害你的孩子，现在却推三阻四，到底是怕他伤了你的孩子，还是怕他诊出你这肚子疼是装的？沈之意，住手！没事就好。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非扒了那凶手的皮不可！沈之意，你嫁进侯府3年无子，整日里只知道抛头露面钻营生意。如今婉娘怀了侯爷的骨肉，你竟敢对她动手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婆母？老太太这话说的真有意思。侯爷的吃穿用度，侯府上下几十口的月钱，您院子里每日不断的血宴和参汤，哪一样不是靠我抛头露面赚来的？您端起碗吃肉，放下碗就骂厨子，这翻脸的速度倒是让儿媳大开眼界。放肆！商户女果然不懂教养，傲慢无礼，自诩清高。婉娘是江南名臣之后，知书达理。你若懂事些，好好照顾他们母子，老身便留你一个正妻的名分。若还不知悔改，我立刻就让我儿写休书，把你扫地出门。姐姐，婉娘不敢争什么，只求姐姐容我们母子一条活路。婉娘别怕，本侯绝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沈之意，今日你若跪下认错，再把管家权交给婉娘，这事便罢；否则，就拿着休书滚回沈家。侯爷，这是什么话？当年你们谢家没落，穷得连底裤都要当了，是我们老爷花了半数家产，疏通关系买下了皇商凭证，才让你顺利袭爵。如今你为了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要赶我们东家出府。没规矩的贱婢，主子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来人，把这贱婢的嘴给我撕了！他哪句话说错了，惹得老太太这般恼羞成怒？我倒要看看，今日在这侯府里，谁敢动我沈之意的人？沈之意，你少拿陈年旧事来压本侯。你爹出钱，那是他自愿巴结侯府，难道还要本侯感恩戴德不成？侯爷说的对，当年的确是沈家主动结交侯府，但从今日起，我沈之意不伺候了。谢陵园，今日是我沈之意要休了你，与你和离。沈之意，你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，对本侯没用。出了侯府的门，你就是个下贱的弃妇，早晚有你跪在街头求本侯的时候。东家，他们这一家子简直是黑心烂肺！你拿了那么多银子养着侯府，到头来竟这般作践您。哭什么？你家小姐什么时候做过亏本的买卖？3年前沈家初到京城，没有根基，我爹不惜代价买来那张御贡凭证，就是要利用长平侯的官爵打通产业。如今京城70%的商号都姓了沈，我们也不需要再忍了。我就知道东家最厉害，只是可惜了夫人生前绣的嫁衣，就这样被糟蹋了。母亲在天之灵看到，只会替我高兴。当年我选择嫁给谢凌渊，她担心我被欺负，所以在临终之前，将那张御贡凭证缝进了我的嫁衣夹层。那嫁衣被婉娘烧了，那岂不是说……不错，谢家上下找了3年都没找到的保命符，已经被他的好婉娘亲手烧成了灰。御贡凭证是皇家御赐之物，蓄意毁坏等同欺君。那物符一旦追查下来，长平侯府全家都要被流放。这把火烧的是他们谢家的命，真是报应。那咱们赶紧走吧，东家，免得沾了谢家的晦气。当然要走，不过眼下还有一件事要办。小姐，你说还有什么事儿？谢家这些年吃我的用我的，还敢捧着个外室来打我的脸。如今和离书以前，我沈家的一草一木都要原封不动的带走。我的老天爷，连正堂待客的太师椅都搬出来了，这长平侯府是被抄家了吗？抄什么家？你没看见那箱子上的沈字封牌？那全都是侯夫人的陪嫁。
堂堂百年侯门，这些年全靠人家商户女的钱在死撑场面呢。吃着媳妇儿的软饭，还敢为了个小妾给正妻弃守，这谢侯爷也是绝了，活该人家财神娘走了，还把家搬空。东家，老夫人大人杀过来了，扬言要去顺天府调兵，告咱们抢劫勋贵。咱们就这几十个家丁，若是真惹来衙门的官差，可怎么办啊？商斗不过关，那就找个比他更硬的关。从角门走，直奔北镇抚司，求见锦衣卫指挥使萧齐。萧大人，那不是京城里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吗？小姐，你什么时候认识那尊煞神了？谁说我认识他？就凭我们沈家商户的身份，可怕攀不上那样的大佛。你别闹了，小姐，老夫人马上就要带官家来锁咱们了，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别急，我虽然不认识他，但现在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好好认识一下。近年来国库空虚，北疆战事不断，连皇上都在为了军饷发愁。萧齐作为天子近臣，正忙着四处募捐呢。你去拿着令牌告诉他，沈家愿出500万两银子支援边关。不过这银子太重，我一个弱女子搬不动，求萧大人亲自带刀来长平侯府的大门口取一趟。东家高明，用朝廷的军饷做护身符，让锦衣卫来帮我们镇场子，吓死那群不要脸的白眼狼！我这就去。反了！反了！你们这群强盗！沈之意，你这不孝的毒妇，进了我谢家的门，东西就是我谢家的，谁给你的胆子搬宫中的财物？老太太怕是老糊涂了。大燕律法，女子的嫁妆乃是私产，便是和离，也得1分不少的待遇。您头上戴的金簪，嘴里吃的血燕，哪一样花的是你谢家的钱？放肆！我长平侯府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，会稀罕你这几件破木头？你今日就算把家搬空了，我谢家依旧是世袭罔替的勋贵。你离了侯府，不过是个下贱的。哎呦，我的老腰！母亲，天哪！姐姐就算心里有怨，怎么能纵容恶奴将老夫人推倒在地？这可是大大的忤逆不孝啊！毒妇，你欺人太甚！本侯乃大燕朝正2品的世袭勋贵，这侯府也是皇上御赐的宅邸。带人强闯侯门抢劫，形同造反，大门给我锁死！本侯这就派人去顺天府调兵。今日你们谁敢踏出半步，本侯就按谋逆之罪，将你们这些刁民当场格杀！姐姐，你带这么多人来又怎样？商户终究是商户，斗得过官府吗？你现在若是跪下磕头求饶，侯爷大度，说不定还能留你个全尸。继续搬。冥顽不灵！既然你如此不知尊卑，本侯今日少不得要动用家法，好好教训你。东家小心！强闯侯门，按谋逆格杀，本官倒要看看顺天府哪个狗胆包天，敢抓本官罩着的人。萧指挥使，沈东家，听闻有人拿着官威想赖你的账，本官奉命来取你要捐的银子，顺道替你做个公证。没来迟吧？萧大人的刀来的正是时候。500万两，
买本官亲自上门当差。沈老板好大的手笔。萧大人，这商户女强抢谢家财物，您身为朝廷命官，怎能包庇刁民？大燕律例第7条，和离后女方私产必须全数归还。更何况沈老板捐出这500万两私产，是送往北疆的军饷，圣上亲口夸赞的大燕义商。谢侯爷拦着不让搬，是想扣押军饷，阻断军机吗？春桃，没听到萧大人的话吗？去把老太太头上的点翠金簪，还有侯爷腰间的玉佩全薅下来，那都是我沈家买的，一分不留。我的簪子！戏看完了，萧大人，去云锦阁喝杯新茶吧。连正堂的桌椅都被前妻搬空了，真成了光杆侯爷。吃软饭把财神爷逼走了，以后怕是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喽。造孽呀！这个天杀的毒妇，真是一块砖都没给咱们留啊！我堂堂百年侯门，如今竟被个商户女扒光了家底，这传出去，咱们以后还怎么见人？母亲慌什么？她以为搬走几件沾着铜奏的破木头，就能逼我低头？长平侯府真正的底蕴，岂是她一个商户女能懂的？底蕴当不了饭吃，如今宫中连10两银子都凑不出，过几天你还要迎娶晚娘，这排场怎么成？下个月就是皇商大考，咱们谢家一直给宫里供丝绸，只要再拿下今年的单子，起码几10万两的进项，还怕买不回几套家具。侯爷说的是，姐姐就是眼皮子浅，以为拿走点嫁妆就能翻天。等大考放榜，几10万两雪花银抬进门，什么紫檀床、极品血宴，咱们买不回来。我儿说的对，等咱们谢家重振声威，定要叫那毒妇跪在侯府大门口，哭着求咱们收留。到那时，他就算磕破了头，也只配给婉儿倒洗脚水。不过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沈之意那个毒妇害我们谢家丢了脸，也别想全身而退。律法写得明明白白，夫妻婚后所得乃是共同家产。沈之意这3年在京城开的那些旺铺，全是借着我长平侯府的招牌立足的，自然该有侯府的一半。本侯这就递状纸去顺天府，只要我以官爵施压，定要他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。500万两买锦衣卫替你镇场子，沈老板这算盘打得真精，各取所需罢了。500万两填了北疆军饷的窟窿，解了萧大人的燃眉之急。大人验看军饷时，顺手替我解围，这笔账谁都不亏。谢家虽是空壳，好歹挂着正2品的爵位，锦衣卫也无法随意拿人。你今日大张旗鼓地搬空侯府，把他逼上绝路，就不怕狗急跳墙？我等的就是那一日。他若不跳墙，我怎么收网？3年前，你散尽家财倒贴侯府，本官还以为你是个痴情主，现在看来，只是为了借用侯府的官爵而已。如今沈家商铺在京城牢牢扎根，沈老板这翻脸的速度，倒是比谁都快。商贾逐利，借力打力罢了。不过这是我沈家私事，似乎与萧大人无关吧？的确无关，只是本官最近留在京办案，刚好可以管些闲事。侯府毕竟是勋贵，也许有你想象不到的底牌。沈老板若有难处，大可往北镇抚司递个帖子，本官的刀随时借你用。萧大人的身份贵重，我这做小买卖的，只怕付不起利息。不用利息，全当还债。大人此话何意？1年前在扬州，本官追查走私案，身陷重围。你躲在画舫上看了半宿的好戏，最后却让人扔下一匣子金疮药和一张出城的路纸。那时本官就在想，这江南的女首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如今见识到了，倒是比预想中更有趣些。奴婢见过萧大人。抖什么？本官运家小姐是故交，又不会在这雅间里吃了的。春桃，什么事这么急？
东家，侯府的眼线传话，谢侯爷要向顺天府递状纸，说您的铺子全是借侯府招牌开的，要分您1半家产呢。去把这3年的开销账册，还有侯府那些按着手印的白条，全找出来。明日去公堂，我倒要看看他谢林渊哪来的脸面分我的钱。顺天府尹向来偏袒勋贵，你一介商户，只凭几本账册，压不住他正二品的官威。若真是如此，看来还得另想他法。何必舍近求远？我锦衣卫监察百官，顺天府审案，本官去堂听一二，合情合理。那明日顺天府公审，可就要劳烦萧大人了。愿效犬马之劳。沈之意，你现在若是后悔，跪下给本侯磕头认错，我兴许还能给你留一间铺子傍身。几日不见，侯爷倒是越发喜欢白日做梦了。我沈家的产业与你无关，你1分1毫都别想碰。沈家产业与我无关，若是没有我长平侯府的招牌，你有什么本事在京城立足？既然你冥顽不灵，今日就让你知晓本侯的厉害。赵大人，沈氏虽与本侯合离，但他在京城的铺子，全是打着长平侯府的名头才开起来的。按大业律例，这婚后的产业理应算作共同家产。本侯今日就是要讨回属于侯府的那1半公产。侯爷说的在理，沈氏不过一介商贾，若无侯府庇佑，怎能把生意做大？以本官看，侯爷要回1半产业，合情合理。既然事实清楚，本官判决沈氏名下商铺与钱庄即日起划拨1半，归入长平侯府名下。民女有话要说。赵大人，民女有3年开销账册，与白条借据为证。侯府上下花销皆由我沈家垫付，根本没有借势一说。一堆破账可能证明什么？若是没有侯爵夫人的头衔，那些达官贵人怎么会光顾你的铺子？本官这是依据情理判案，你无需多言。大人不看证据便断案，难道这顺天府的王法全凭侯爷一张嘴吗？大胆商夫，竟敢咆哮公堂，质疑顺天府尹！本官办案还轮不到你来智慧。来人，若沈氏再不交出房契地契，先打20大板，大刑伺候。赵大人这般行事，就不怕这官司捅到狱上去吗？狱前，你区一介商妇，还妄想去告御状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给我动手！顺天府审案，本官刚好路过，顺道来讨杯茶喝。赵大人不介意吧？萧大人能来，下官蓬荜生辉。堂下审视，对于长平侯的诉状，你可有辩驳？回大人，民女自然有辩。大人请看，这箱子里装的是这3年侯府所有的开销账本，大到修缮院落老夫人吃的人参血宴，小到满院下人的月钱，共计11万8千两，全由我沈家出资填补。侯爷口口声声说铺子是夫妻共同经营，可这3年侯府未曾往铺子里投过1文钱，反倒是侯府全靠我沈家的银子养着。敢问侯爷，我是欠了你什么，还要分你1半家产？一派胡言！没有本侯的爵位庇护，你商号的生意怎会如此顺利？这就是侯府出的本钱。
侯爷莫急，我这儿还有一份本钱。赵大人请看，这是3年前侯爷为填补宫中亏空向民女借钱的字据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今届沈氏庄男银5万两。这底下还有长平侯谢林渊的亲笔画押和私章。你竟一直留着这个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赵大人，大业的律法应该不是摆设吧？自然不是摆设。本官查明，沈氏名下产业皆为私产，长平侯无权分割。令长平侯谢林渊不仅败诉，还需即刻归还沈氏5万两钱款，并补偿3年利息，共计6万两白银。限期10日，于其以侯府田宅抵债。谢侯爷何必如此愁眉苦脸？这6万两对普通人来说是巨款，可对长平侯府算得了什么？本官若是没记错，侯爷手里还捏着皇家御赐的皇商凭证，京城众多商会早就眼红内务府的丝绸订单了。侯爷若是把这凭证转让出去，怎么也值个20-30万两现银吧。沈之意，听见萧大人说的话了吗？那御贡凭证上写的是谢家的名字，是侯府的公产。立刻把本侯的凭证交出来！侯爷想要凭证？少废话，快拿出来！那东西属于侯府，你若敢私藏，本侯立刻让赵大人治你个侵吞御赐之物的大罪。我倒是想给你，可当年出嫁时，母亲怕我受委屈，早就将凭证原件缝进了那件绝笔嫁衣的夹层。就在几日前，你的心肝婉娘嫌那嫁衣晦气，亲手将它扔进炭盆里了。侯爷想要凭证，去云锦阁的炭盆里扒一扒，看看还能不能扒出点灰来吧。你说什么？凭证在那件嫁衣里烧毁了？谢林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御赐凭证乃皇家信物，竟敢纵容一个外室将其付之一卷！萧大人，误会，那是个意外啊！大燕律例，毁坏御赐之物，等同欺君罔上。赵大人，欺君之罪，该当何论？回大人，按律当褫夺爵位，抄没家产，全族流放岭南。听到了吗，谢侯爷？想空手套白狼，却把自己祖宗传下来的免死金牌给烧了。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本官给你3日时间。3日之后，本官会亲自带锦衣卫去长平侯府褫夺爵位，抄家拿人。趁着这3日还有口好饭吃，滚回去好好收拾流放的行李吧。造孽呀！毁坏御赐凭证可是欺君之罪，3日后咱们全家就要被流放岭南了。我一把老骨头，死在路上也就罢了，可怜我侯府100年基业竟要毁于一旦。侯爷，婉娘不想去流放，我肚子里还怀着谢家的骨肉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哭有什么用？事到如今，只能想办法打点上下，求皇上开恩。对，德妃娘娘，当年我与德妃娘娘的母亲有几分交情，若是能求得德妃娘娘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，看在婉娘腹中骨肉的份上，说不定能保住咱们侯府的爵位。母亲说的对，只要能搭上德妃这条线，侯府就有救了。可是要打通宫里的关节，疏通德妃娘娘的关系，少说也得几10万两银子。咱们侯府如今连买米的钱都没了，去哪儿弄这么多钱？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这京城里，我还认识几个有头有脸的权贵，只要能保住爵位，砸锅卖铁，我也要凑齐这笔钱。快去通报你家主子，长平侯求见，本侯有要事相商。谢侯爷，您就别为难小的了。我家主子说了，长平侯府如今犯的是欺君死罪，谁沾谁倒霉。主子让您赶紧回吧，别脏了咱们府门口的地儿。掌柜的，我要借50万两现银，立刻就要。哟，
这不是谢侯爷吗？满京城都知道您府上要流放岭南了，这50万两借出去，难不成烧给您在路上花？侯借钱正是去打点关系，拿侯府祖宅地契做抵押。只要能疏通关系，保住爵位，本侯日后有的是门路还你。咱们的规矩，9出13归，这可是死当，到期还不清，侯府地契可就归我们了。侯爷可想清楚了？少废话，拿钱来！东家料事如神，他果然去城西借了死当。侯爷拿着咱们的钱去寻活路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50万两，为了活命，他倒真敢借。由着他折腾，爬得越高，3日后抄家的时候，他摔得才越粉碎。求公公传话，我母亲明日务必入宫求见德妃娘娘，事关谢家满门性命。若娘娘肯相救，承平侯府必结草衔帛。侯爷回吧，明日一早，宫里的马车在东直门等老夫人。娘娘，求您看在当年未出阁时的情分上，救救谢家吧。老姐姐，毁坏御赐凭证是欺君大罪，本宫若去御前开口，便是引火烧身。谢家的事，本宫无能为力。娘娘，这10万两现银是谢家的一点孝敬。姐姐有心了，只是皇上近来政务繁忙，鲜少来钟粹宫。为了这点银两去御前开口，光是打点的开销怕都不够。娘娘这是哪里话？谁不知皇上在前帝时便对娘娘敬重有加，您在皇上面前说句话，比谁都管用。更何况这10万两只是开头，我那儿媳前几日眼都不眨便捐了500万两军饷。只要娘娘保下林渊的爵位，来日林霞定将他拿捏在手心，把沈家的金山银山献给娘娘。那沈之意确有手腕，本宫也不是不能帮，只是身居后宫，无缘无故出面掺和，恐怕名不正言不顺。林渊身边有位江南清流世家的好姑娘，正怀着谢家长孙。若娘娘不弃，将婉娘认作义女，往后娘娘心疼义女，替她夫家求情，便名正言顺了。那孩子既是书香门第之后，又怀着谢家骨肉，倒是个有福气的。明日带他进宫，让本宫瞧瞧。若真是个乖巧的，本宫替他讨个恩典也无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长平侯府走水，误毁凭证，虽有失职之咎，然念其祖上开国之功，特免流放之罪，降为罚俸3年，以观后效。令长平侯府眷属婉娘，品貌端庄，特赐为德妃一女，加封安平县君，钦此。微臣谢主隆恩。列祖列宗保佑，咱们谢家保住了。10万两银子花得值啊！侯爷，我如今是县君了。不错，如今你是皇亲国戚了。有了这县君的身份，本侯倒要看看谁还敢轻看咱们长平侯府。沈之意那个毒妇以为搬空了侯府就能看咱们笑话，做梦！侯爷，既然婉娘如今是县君，那下个月咱们大婚的排场可不能比寻常人家差了。婉娘这就去置办大婚的行头。去，把你们那个下堂妇东家叫出来。本县君不日便要和长平侯大婚，这铺子里的极品蜀锦、头面首饰，本县君全征用了。店里这么大的动静，我还以为是有地痞闹事，原来是安平县君来了。
沈之一，你骂谁是地痞呢？大概是像宪君这样手里攥着丁点权势就横行霸道的人吧。沈之一，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，你不过是个被休弃的商户女，如今我可是皇上亲封的宪君，德妃娘娘的义女。你带走侯府那么多东西，本县今日就替侯府拿回一点利息。来人，给我砸！安平县君好大的官威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皇上把顺天府的印把子赐给你了。萧大人，本县君乃德妃娘娘义女，你敢多管闲事？德妃义女，大崇律法皇亲国戚，强抢民财，罪加一等。本官今日就算把你当街砍了，德妃也得夸本官一句执法如山。滚！萧指挥使，你竟敢当众恐吓朝廷命妇！侯爷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难怪姐姐在侯府3年无所出，原来是早就在外头跟着萧齐勾搭上了。今日他们两人在此眉来眼去，分明是合伙欺负咱们侯府。住口！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般，专干些偷鸡摸狗、见不得光的勾当？沈之意，你别得意，等我与侯爷风光大婚之日，就是你这商户关门大吉之时，咱们走着瞧。今日多亏了萧大人帮忙，不过他怎么来的这么快啊？就跟一直守在咱们铺子外头似的。北镇抚司例行巡街，萧大人今日刚好带人在正街执勤罢了。东家，快别拿这话哄奴婢了。这东直门大街归5城兵马司管，什么时候轮到锦衣卫指挥使亲自来巡街了？看来萧大人对咱们云锦阁的事儿倒是上心的很呢。前几日还吓得腿软，今日倒敢编排起锦衣卫指挥使了。奴婢不敢，只是这婉娘也太嚣张了，竟敢打着德妃的旗号来抢铺子。之前谢家老夫人还说她是什么清流名臣的后代，家道中落才跟了侯爷，我看她分明就是个泼妇，小人得志。婉娘的确不像什么大家闺秀，我看她做派反倒是一身风尘气。春桃，你让侯府里的暗桩盯紧他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今日之事，多谢萧大人替云锦娥解围。这话我听了太多次了，不知道沈老板打算怎么报答本官。若是为了答谢大人，北疆的军饷那边，沈家伤后可以再追加100万两。朝廷的军饷，朝廷军饷已经足够了，沈老板不必再次破费。本官今日带刀来，办的可是私差。那萧大人想要什么酬劳？不如就让沈老板欠我一个人情吧。等日后这京城的烂摊子收拾干净了，沈老板得放下手里的算盘和账本，安安静静的陪本官喝1日的茶，赏一回雪，如何？怎么？沈老板怕传出什么流言蜚语，本官方才被那泼妇当众污蔑，说我勾引沈老板，这罪名都担了，如今却连一杯热茶都讨不到。萧大人这么有雅兴，小女荣幸之极。至于那些市井泼妇的无稽之谈，大人胸怀宽广，自然不必放在心上。倒也不算全是谣言。自从在扬州花堂上见到沈老板第一面起，在下的确是神往已久了。萧大人，这玩笑开得有些大。沈老板冰雪聪明，是玩笑还是真心？
日后自见分晓。哟，婉儿如今金贵了，连扬州城的老相好都不认了。赵二狗，你还敢找上门来？若让人瞧见，我扒了你的皮！你这肚子里揣的到底是侯府长孙，还是我赵二狗的种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给我拿1000两银子封口，否则我明日就去侯府大门前喊冤，认我那未出世的侯府长孙。这是最后一点碎银和侯府的金镯子，你拿了钱快滚回扬州去，别再来找我。东家，小的昨夜亲耳听见那地痞说，婉娘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种，婉娘给了封口费，求他滚回扬州。谢林渊视若珍宝的嫡长子，居然是个地痞的野种。春桃，你即刻飞鸽传书，给咱们扬州商行的掌柜，把这婉娘的底细给我扒得底朝天。是。东家，扬州商行那边传回消息，全都查清楚了。那婉娘果然不是什么清流遗孤，而是扬州教坊司里跑出来的下等瘦马。信上说，几年前她被卖给一个盐商当小妾，后来趁着那商人外出，她卷了人家3000两银子跑路，半路上又勾搭了地痞赵二狗，靠着赵二狗的掩护逃到京城，给自己编了个名臣之后的身世。她肚子里揣那块肉，就是赵二狗的野种。谢家这百年门楣，还真是什么恶臭的苍蝇都敢往里招。既然是个有主的逃奴，那就好办了。德妃娘娘为了捞银子，不仅将她认作义女，还上了宗室御敌。如今婉娘让一个地痞的野种混淆皇亲国戚的血脉，这可是抄家流放的欺君之罪。传令下去，盯紧那个赵二狗，再派人去趟扬州，把那个苦主富商……这等排腿的粗活，何必折腾你的人？北镇抚司的提及日行千里，这请人的差事，本官替你办了。萧大人，您身为朝廷命官，怎么能随便骑墙翻窗？若是传出去，别人肯定会议论我们东家的。您若是真的有心，就该光明正大请媒人来提亲。春桃越发没规矩了，不许多嘴，退下。是小姐。你这丫头倒是个忠心耿耿的，不过她说的倒也在理，本官会放在心上的。萧大人堂堂锦衣卫指挥使，就没有要紧的公务吗？怎么整日到我这云锦阁来闲逛？本官拿了沈老板500万两的军饷，自然要表现得殷勤些。况且，本官今日来，可是带了一份要紧的公务。过几日便是中秋，皇上感念你捐资充盈国库的义举，特下恩旨，破例准你以天下义商的身份，入太和殿参加中秋宫宴。中秋宫宴，那婉娘如今认了德妃当义母，多半也会参加。怎么，沈老板不敢去？谢林渊那一家子蛮横无脑，不足为惧。只是德妃在后宫经营多年，就连陛下都礼让她3分，只怕不好对付。别担心，既然你敢去，本官自然会护着你。瞧瞧，那不是前阵子刚和长平侯闹和离的沈氏吗？一个商户女，竟也配跟咱们坐在一起？听说她搬空了侯府的嫁妆，还把侯爷告到了顺天府，简直是泼妇做派。如今靠着捐点臭钱混进太和殿，也不嫌丢人。就是，钱再多又如何？离了长平侯府，她连个贵妇的身份都算不上，到底是个下贱的商户。哟，这不是前长平侯夫人吗？姐姐怎么来了？这太和殿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，姐姐身份低贱，可别坏了宫里的规矩。我沈家忠君爱国，响应朝廷的号召，捐赠军饷。
因此陛下特许我参加宫宴。你的意思是，皇上亲自下的恩旨，也是失了规矩？你少在这里胡言乱语！我什么时候说过那种话？好一个牙尖嘴利的泼妇！沈之意，你不过是仗着有几个臭钱，在圣上面前买了个脸面，还真为自己能飞黄腾达不成？等过几日，婉娘诞下侯府长孙，本侯与他大婚。你这下堂商妇，就连侯府的大门都不配进。侯爷别这么说，姐姐好歹也曾在侯府待过3年。等咱们大婚时，若是姐姐愿意跪在门外说几句吉利话，婉娘自会赏姐姐一杯酒喝。侯爷说笑了，我沈家金玉满堂，如今又得到陛下亲临，自然不缺你一杯喜酒。倒是侯爷你，为了给县君买这名头，竟连侯府地契都舍得拿去死当。50万两的高利贷，9出13回。侯爷在夜里安睡时，就不怕你长平侯府的房顶漏风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沈之意，本侯警告你，你若敢在今日的宫宴上胡言乱语半个字，坏了本侯的大事，本侯定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侯爷好气魄，只是不知道这用高利贷堆起来的体面还能撑到几时。德妃娘娘驾到！殿中何人喧哗？本宫瞧着面生得很。回娘娘，这是微臣的前妻商女沈之一。哦，原来是个被休弃的商化女。婉娘是本宫认下的义女，皇上亲封的安平县君。你一个白衣商妇，竟敢在太和殿上当众冲撞皇亲，规矩何在？母妃给婉娘做主，沈氏仗着财力，不仅处处羞辱女儿，还屡屡欺压侯爷。沈氏，本宫知你对长平侯旧情难了，商贾人家行事难免少了几分进退分寸。既然你这般舍不得长平侯府，本宫便做主将你赐还侯府，成全你这一番痴心。长平侯的正妻之位已有婉娘，念在你曾是正室，本宫破例许你个贵妾的位子，往后在后院安分度日，也算是成全了你们的缘分。沈之意，还不快跪下谢德妃娘娘恩典！住手！叩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妾叩见皇上。沈氏义捐有功，朕特意下旨召他入宫，怎么惹得你大动肝火？臣妾愚钝，这沈氏当众冲撞县举，臣妾不知他有何来历，只想着整顿殿内规矩，替义女做个主罢了。爱妃素来识大体，这次怎么如此糊涂？前线军情告急，国库空虚，满朝文武无人能解朕之忧。是沈氏拿出了500万两现银，解了北疆10万将士的燃征之急。朕今日特下恩旨，请他入宫，是奉为座上宾的。爱妃不知内情，竟要让朕的功臣、大眼的义商去给长平侯做妾。这事儿若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要让天下人戳着朕的脊梁骨，骂朕刻薄寡恩吗？皇上息怒，臣妾身居后宫，确实不知沈氏有此等大义之举，是臣妾处置不周，险些误了皇上的大事。沈氏听旨，你深明大义，有功于国，朕今日便赐你天下义商金匾，沈家名下所有商铺免税3年，从今往后见君不贵。不过
你技艺合离，独自掌管偌大商号，未免惹人眼红。朕的锦衣卫指挥使萧齐屡建奇功，至今未娶，与你正是一对佳偶，你觉得如何？陛下，民女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朕不强求，你大可好好想想。陛下不过是一时兴起，你若无心成婚，寻个由头婉拒便是。余下的事，我会处置妥当。那萧大人帮了我这么多回，也是一时兴起吗？自然不是。本官从不做无用之事，此前种种，都是因为心悦沈老板。只是不知道，沈老板可愿赏个脸，给萧某一个机会。臣女叩谢陛下赐婚。微臣谢主隆恩，定不负圣恩，护夫人一生周全。沈之意，你站住！我就说你当初为何敢那般痛快地签下和离书，原来是早就在外头勾搭上了萧齐。你拿着我谢家的钱去倒贴锦衣卫，果真是个不知廉耻的商妇。侯爷若是酒喝多了，就回府去醒醒脑子，别在宫门外乱吠，平白让人看了侯府的笑话。你少在这装清高！你真以为攀上锦衣卫这根高枝就能翻天了？萧齐是什么人？那是杀人不眨眼的煞神，他能真心娶你一个被休的商户女？他不过是盯上了你手里的钱财。等你进了萧家的门，家产被炸得一干二净，定会被他一脚踢开。到那时，本侯看你还能去求谁？本官如何待自己的夫人？什么时候轮到谢侯爷来操心了？本官费尽心思求来的夫人，哪怕她要天上的月亮，本官也亲自去摘。倒是不劳谢侯爷挂心。有这闲工夫，侯爷不如回去算算你那侯府还有几天好日子。滚！抱歉，我来迟了。无妨，秋后的蚂蚱罢了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方才我去御书房求陛下定了吉日，你瞧瞧。下个月初8，这日子是不是太赶了些？萧大人就这么等不及？夜长梦多，早些把你娶回去，本官才安心。日子虽近，但该有的一样都不会少。别人有的，我萧齐的夫人也会有。本官定要让你风风光光的进我萧家的大门。那我可就等着萧大人的10里红妆了。一言为定。东家，长平侯府简直欺人太甚。内务府刚给您和萧大人定下大婚的日子，他们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了，竟把大婚的日子也改在了同一天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求了德妃出面。德妃在勋贵圈子里透了风，说谁若敢来咱们的婚宴，便是跟钟粹宫过不去。如今好些见风使舵的朝官都偷偷把贺礼送去侯府了，抢风头。他想同一天死，咱们成全他便是。正愁大婚繁琐无聊，刚好有这么个跳梁小丑，倾家荡产的搭舞台子给咱们助兴，倒也省了请戏班子的钱。沈老板倒是心宽，你就不怕大婚当日门庭冷落，真让那蠢货折了你这天下义商的颜面？有萧大人坐镇，这京城谁敢看我的笑话？沈老板放心，迎亲那日，本官刚好有一份大礼送给谢家。这长平侯府前些日子才被搬空了家底儿，怎么还有钱摆这么大的排场？听说是那新媳妇儿认了宫里的德妃娘娘做干娘，攀上了高枝，自然有人给撑腰呗。只可怜了沈东家，养了侯府3年，最后不仅被扫地出门，这大婚的排场还要被压一头。侯爷这排场历朝独一份儿，锦衣卫那边连个鼓乐声都没听见。沈氏大婚之日这般冷清，脸面算是丢尽了。他自找的，
去前面十字路口绕一圈，本侯要让全京城看看，到底是谁说了算。长平侯府迎亲，闲杂人等退避。怎么停了？可是谢灵渊在前面挡道。夫人安心坐着，不过是条挡路的恶犬，这就打发了。谢灵渊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擅自让路？圣旨赐婚，诸官退避。侯爷，快让吧！见圣旨不跪，可是大不敬要杀头的。跪下！全是吃起打的齐国，这才是真正的十里红妆，天大的体面！侯府刚才撒那点碎银算什么？碰上圣旨赐婚的排场，还不是乖乖给前妻跪在泥水里？侯爷何必与沈氏一般见识？就算他有圣旨开道，又如何？您瞧瞧咱们这喜堂，京城有头有脸的大人们可都来侯府给您贺喜了。反观锦衣卫那边，恐怕连半个道贺的人影都没有。论人脉脸面，到底还是咱们侯府赢了。不错，商户女再嚣张，终究上不了台面。等过了今日，婉娘肚子里的嫡长孙坐实了皇亲身份，后再慢慢收拾他。一拜天地。谢侯爷，这婚宴办得阔绰，钱福海特来讨杯喜酒，顺便找侯爷讨要一个陶奴。放肆！这是什么地步？也轮得到你来这儿要人？来人，给本侯轰出去！谢侯爷，这位钱老板是咱们指挥使大人护着的证人。大人有令，谁敢阻挡他申冤，便是与北镇府衙作对。侯爷还是先仔细听完吧。草民要找的陶奴不是别人，正是您今日迎娶的新娘。哼，一派胡言！婉娘乃是江南名臣之后，因家道中落才上京投亲，是清清白白的官家千金。你这刁民，竟敢当众往本侯头上泼脏水！官家千金，侯爷这是被他蒙了心智啊！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你手里牵着的，分明是我花真金白银买下的瘦马。几个月前，他卷了我的银子私逃上京，不想竟编造了身世，攀上了侯府的高枝。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侯爷，婉娘是被逼的，是他们强买强卖。你就算嫌我低贱，也得看在孩子的份上救我呀！这可是谢家的嫡亲血脉。不就是几千两的烂账，定是你这奸商坑骗婉娘签了契书。本侯今日大婚不想见血，这点碎银还你就是。
去库房拿3000两银票，当本侯赏花子的，打发他滚。侯爷，您昨儿从地下钱庄借的8万两，全置办酒席首饰了，如今账上连300两现银都拿不出啊！侯爷连3000两都拿不出了，那可不行。这娼妇除了欠别人银子，还欠老子2条命呢！他3个月前拿钱让我带他上京，昨晚还在后巷偷了侯府金镯子给我当封口费。因为这贱人肚子里揣的根本不是什么谢家长孙，是我的种。你说什么？野种！谢家为了保你这个孽障，倾家荡产去借死当，到头来竟是在替一个地痞流氓养野种。放屁！我杀了你这泼皮！杀我也没用，有种当着满京城大人的面端碗清水滴血认亲，看看这小崽子的血是融进你谢侯爷的血里，还是融进我赵二狗的血里？大人，长平侯府那边，钱福海和赵二狗已经当众闹开了。德妃派去主婚的太监怎么说？早吓破了胆，这会儿估计正往宫里跑着报信儿呢。谢林渊欠了一屁股烂账，还妄想拿个假胎儿去朝廷被当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本官身为锦衣卫指挥使，少不得要亲自去拿人。谢家倒台这出好戏，娘子可愿和为夫一起去看看？使不得，萧大人，今夜可是您和我们东家的大婚之夜，这合金酒还没喝完，哪有丢下洞房去抄家抓人的道理？这也太不合规矩了。巧了，谢林渊从我地下钱庄借的50万两银也到期了，我正要去长平侯府清一回账。规矩是人定的，春桃，你就在府里吃好喝好，这新房交给你替我们守着了。东家，您怎么也跟着萧大人胡闹？那便劳烦夫人陪为夫走这一趟。你这贱妇，竟敢骗本侯！你还我长平侯府的脸面！你们来干什么？来看本侯的笑话吗？侯爷误会了，我不是来看笑话的，我是来收账的。侯爷为了疏通关系，去城西地下钱庄借的50万两印子钱，今夜到期了。那钱庄是你的？不错，侯爷花我的钱摆了这么大的排场，最后却娶了个娼妇。这杯喜酒倒是有趣，如今期限已到，你若拿不出真金白银，凭侯府的房契地契，今夜便归我沈家了。毒妇，你设局害我！谢林渊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对本官的夫人大呼小叫？皇上有旨，长平侯谢林渊勾结内廷，以瘦马冒充皇亲，欺君罔上，罪无可恕，即刻褫夺爵位，收没侯府一切财物，全家打入死牢，秋后流放岭南。钦此。不，我是长平侯，我不能流放。带走。今夜这场大戏，娘子可还满意？甚得我心。夜深了，我们回家吧，别误了洞房吉时。今日谢林渊在大堂上那副丧家犬的模样，倒是让我这50万两花得挺值。兵不血刃就抄了侯府，我家夫人真是手段了得。那是自然，我沈家富甲天下，
今后便也是夫君的底气了。那为夫以后可就全仰仗夫人了。夫人，请。夫君。东家，内务补的岁贡已经供足，远销塞外的商队也已结款，尽力翻了3倍。汇通秦庄在江南新开12家分号，账目全盘交接完毕。圣旨到！皇上感念沈氏捐献500万军饷填补国库，又替朝廷平价运送赈灾粮，实乃国之栋梁。特下恩旨，破例擢升为内务府织造总办，统辖天下丝绸贡品。钦此。臣女领旨谢恩。指挥使夫人，钻家给您道喜了。从今往后，您便是这大业名正言顺的第一女商手了。夫人，歇会儿吧。去城南施州的伙计禀报，在破庙里看见谢灵渊和婉娘了。谢灵渊在牢里被打断了腿，成了瘸子。婉娘受了刺激，也疯疯癫癫的。今早下雪，两人为了抢半个发霉的馊馒头打起来，婉娘骂他是个绝户废物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指挥使大人如今进我这总号账房，连门都不敲了。你做什么？这季度的总账还没盘完。夫人如今是天下第一皇上，日理万机，连自家夫君都要冷落了。这满天下的生意都要我盯着，哪能多懒？沈老板可是忘了当年答应过我的事。你说过，等京城的烂摊子收拾干净了，就放下手里的算盘和账本，安安静静陪本官喝一日的茶，赏一回雪。萧大人的记性倒好。红梅正开。今日大宴第一商手的时辰，被我萧齐全包了。